比中东战火更严峻，到底是什么风险呢？今天带您看一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近来的金融市场面临到非常剧烈的一个震荡了。那当然呢，你每天可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财经相关的新闻，你看到地缘政治起波动，你看到油价在涨，你看到这个，看到那个。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一点点时间带大家梳理一下，到底最近呢爆炸的讯息，你应该要看哪一些，顺道呢帮大家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危机风险你应该放在心上，影响到你接下来的投资？好，那么首先呢，先要带您来了解的，当然就是最近的油价很高啊，冲上去又掉下来，冲上去又掉下来，感觉川普想尽办法要把油价压抑啊，但谁叫你要打仗？好 ，Anyway，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高油价的状况。高油价呢，当然这个立刻大家就会担心到说，哇，那个通膨要来了，对吧？但是呢，其实高油价也可以说，对于过去的一个这个世界的情势，好像又起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扭转。比如说呢，你看这俄罗斯动手了乌克兰之后，哇，这几年来被压着打，对吧？然后赚不到那油的钱啊。但是呢，这个川普自己打了伊朗之后，油出不来了，哇，俄罗斯的油又可以卖了。现在呢，俄罗斯普丁啊，这赚得盆满钵满，很开心啊。俄罗斯的油呢，现在每一天大约呢可以赚到1.5亿美元。好开心！不止这样呢，你看到了这个连租用邮轮的公司，哇，现在也都是赚翻天了。韩国呢有一家这个强景商船公司哦，他也不知道是福至心灵还是，我觉得他穿越的，他可能重生，所以呢，他就刚好在这个大战这个川普动手之前几个月啊，他刚好去下定了一大批的邮轮呐，一大批的邮轮，然后呢，在这些邮轮它都到手了之后，哎呀，川普就动手啊，还是不是重生，而是这家公司背后的引武者就是川普？不知道。好，反正无论如何，韩国的这家公司啊，现在光是租它的邮轮出去啊，它租的价格一天一天算，一天50万美元，你爱要不要？好，那这个价钱呢，什么意思？开战之前的10倍这么多，不得了！而且呢，现在呢还是你有价无市，我愿意加价，不好意思，没有。好，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只要跟油扯上边，都大赚特赚了哦。那你说油价还会持续冲高吗？现在川普已经想尽办法要压抑油价了，所以可能这个油价贵不贵，持续的是不是要冲高，还是要看看荷姆兹海峡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行。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就要回归到战争的进展了，对吧？好，那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联准会也是近来大家也觉得很关注的一个态度了。为什么？当然就是油价很高，你直接联想那通膨可能又要再起，那于是呢降息的步伐是不是会慢下来？这是一个传导连锁效应嘛。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看油价，联准会最近还有一个动态大家可能要放心上。鲍尔主席，很多人觉得鲍尔主席他快要被换掉了，那个我们不要管他了，不是的，鲍尔主席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定没有仔细看，所以我特别挑出来告诉大家。鲍尔主席呢，之前不是川普为了要弄他，所以呢就说，你那个联准会大楼翻新工程，你一定在中间搞东搞西，你一定有什么样的弊案，所以呢就要这个联邦的一个这个检察官系统啊，就去调查他，就要调查这个鲍尔。好，那调查他呢，当然给了一些原因啊，说1、2、3、4、5啊，6、7、8、9、10啊，对吧？那鲍尔就很不开心嘛，就是联准会大楼那么旧，我翻新一下怎么了？不行，现在被说他什么中饱私囊各种啊，所以他气炸。好，气炸了之后，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法院推翻。撤销了这样的一个起诉书然后呢，撤销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申请，然后呢，就还白纸黑字这样写他说，这个写出来说这个联准会翻新工程有各种疑虑这根本就是证据薄弱，缺乏实证，然后呢，讲说根本就是为了要鲍尔让他辞职，或者是逼他降息的一些动作，所以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检察官送来的一个调查申请给他撤销。好，那就撤销回去了。好，那现在呢，这个检察官不甘示弱，因为川普就要弄他，所以呢就说，我要上诉。但是呢，鲍尔现在透过律师讲了，他说你要上诉是不是？如果你继续要这种小事跟我纠缠，不好意思，我不走了。
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过去有一个惯例哦。就联准会的主席，他通常会是联准会的理事的身份嘛，所以呢，理事什么意思？就是每一次开那种利率决策会议的时候，理事也会坐在那个地方啊，对吧？好，那通常呢，联准会的主席他一定要有理事身份嘛。那理事身份呢，通常会在这个主席他的任期结束的时候，那他就自己请辞离开联准会。通常都是这样，但没有明文规定你一定要请辞理事的。所以现在鲍尔啊就不开心啦，你要弄我是不是？好，那我弄回去。也就是说呢，到时候他联准会主席的一个这个任期是今年的5月15号，我任期结束，好，我离开主席位置，但是我还依旧是理事的身份，我就不请辞，怎么样？我就不走。我就在这个地方留着，我让你天天看到我就讨厌，我就留在这里给你添堵。好，所以呢，现在到底这个川普要怎么做不晓得，但是呢，你也看到中东的一个战火一起之后啊，这个川普天天啊又开始叫这个鲍尔啦，他说不要再等开会了，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应该马上降息。鲍尔不理他。好，那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呢，鲍尔呢也拿他要不要继续留在联准会来跟川普叫板。好，那你说，哎，那又如何？留着又如何哦？留着就尴尬了，对吧？本来呢，川普他请一个新的联准会的主席来，不是吗？沃尔许都已经在那个地方准备要上任啦。结果呢，如果到时候沃尔许上任之后，鲍尔还在，那到时候我们开会起来，哎，鲍尔可是前主席，哎，那还是有一点他的势力范围，对吧？那到时候呢，他就是故意跟你唱反调，你是不是很烦？对，所以呢，大家也担心这联准会到时候这个降息的速度可能不会有大家想象中完全换人，换成这个沃尔许时代，然后觉得哦降，好像也没有那么样的这个想象中那么美好。所以呢，就看到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哦。那这也是一个大家可能要放在心上啊。如果降息的速度不如预期的话，不如大家想象中快的话，那可能也会牵动到大家的投资。另外呢，提到联准会，提到了这个降息的状况，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公债的一个状况哦。大家你要马上听到的是，跟大家来报告哦。近来呢，在这个川普突然间的动手，我们觉得很突然。但其实知道人早知道了，看到了近来在这个华尔街啊，其实每个周末也不能讲每个周末，每天几乎都有各式各样地缘政治的一个这个说明会、简报会、各种报告的分享会，大家都很担心川普既要动手这里，又要动手那里，各种各样哦。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maybe 可能会比中东危机要让你更放心上一点，因为呢，中东危机短期的，但这件事情我接下来要讲的可能比较长期。好，我们再来看到叫做最近这个私募信贷即将出现了这个流动性已经出现流动性的风险。好，私募信贷是什么呢？我们先回推到2008年金融海啸，金融海啸那个时候不是很多金融机构爆炸嘛，对吧？那爆了之后呢，接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个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呢就会更高度监管，就会非常严谨对待，所以呢，他要发什么样的商品都会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这个管控啊等等。那于是呢，让很多信用不那么好的机构、公司，它就很难跟正常的这个金融体系当中贷得到款、借得到钱，它借不到。好，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需求，对吧？比如说像现在最夯的很多 AI 的软体公司，你说我的公司开了，我前景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实际的一个收入，然后呢，我还一直在烧钱，这样的公司呢，你说它真的很糟，没有它前景看好，但它在风口上呢。但是呢，你说它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抵押品，然后去跟这个传统的金融机构去借钱，它借不到，那怎么办呢？就有需求，就会创造出商机。好，商机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私募信贷私募信贷，比如说像是黑石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很多的一些现在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做了很多的私募基金。那私募信贷基金是这样的那就是私募那我就卖给一些特定的人士然后呢，我们集结了一些钱之后，我们把钱借给我们刚刚讲的，他的信用可能不足以好到跟正常的银行去借钱，那他就跟我私募信贷基金来借钱了。那我当然要收你很高的利息啊，对吧？好，那我收你很多，比如说13%、15%的利息，我就借给他了。好，然后借给他，然后呢，你这个买私募基金的人呢，你也有利可图，你就可以拿到，比如说10%
这样的一个这个利息，那很好啊。那你这个私募基金赚什么？就赚中间的3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啊，就套利了哦。好，那这样的私募信贷，那当然就从2008年之后呢，哇，应运而生。然后呢，不只是像黑石这样的一个私募基金就开始越来越大，甚至连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他们旗下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私募基金。好，那于是最近呢，出现流动性风险是什么？我们先是看到摩根大通，他就突然间觉得说，哎呀，他这些贷款出去，私募基金贷出去的，这些东西啊，他们担保品都不足，于是呢，他就把这些担保品的一个这个价值重新评估，全部把它们往下调。往下调什么意思？你补担保品。补不出来怎么办？你去卖掉还我一点钱，因为他发现这样不太对劲哦，他觉得好像这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私募信贷的状况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好，然后接着就一个接着一个了。好，那一个接着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从这个摩根大通嘛，第一个，然后你看到后来的包括这个摩根士坦利、大摩，然后包括德意志银行，然后呢包括黑石，一个接着一个都出现了这个私募基金的一个这个投资者，他说我要赎回我的钱，我要把我钱拿回来。好，那拿回来怎么办啊？你私募基金很奇妙的哦，它这个每季它有一个上限，赎回的上限，我投资你。如果到上限，我要赎回上限，我没有要给你所以你看到现在啊，德意志银行，然后大摩、小摩、黑石都出现了要赎回的状况很多，赎回潮来了。然后他说没有，他说我的规定就是，这个你知道赎回潮都9%、10%啊，就是大概1/10的人说我要把钱拿回来，然后私募基金说我没有办法通通给你，于是现在限制赎回，限制赎回就流动性风险呢，我投资你，但我钱拿不回来，我投资你。比如说，你要私募基金很多人很有钱，好，我投资你1000万，但是现在他说不好意思，我只能让你赎回这个500万，你说哪有这种事？你看投资了之后呢，结果反倒是钱现在拿不回来，出现流动性风险了。好，那这个状况呢，你去回头看，现在金融市场这些私募基金挂牌的 IPO 的个股呢，哇不得了了，最近跌幅都很重啊，就是在反映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好，但是呢，你要比你说它就是当年金融海啸前期快要爆炸那个状况。也没那么严重。好，因为呢，私募基金它毕竟不是传统的金融体系不会传导到真正的每个人身上，没那么夸张，不像之前的金融海啸。所以呢，这次的这个私募基金信贷很可能爆发的流动性的一个危机你可以类比，如果2008年金融海啸是心脏病一次就会死心梗这样的状况的话，这次你顶多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病、慢性病，可能是高血压吧，你要关注它，但它没那么夸张，没那么严重，但是我们要放心上。好，这个就是私募的信贷危机。好，那除此之外呢，最近大家也够这个觉得非常担忧的一件热点话题就是科技业在这一次的荷姆兹海峡的一个实质被封锁的状况底下，即将要出现的一个危机，晶片通膨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好，那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大摩市井他说呢，哎呀，大家要担心一下荷姆兹海峡，如果这些油、这些天然气运不出来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会影响到科技业的一个这个很严重的断供。好，断供什么？一个电力，一个原料。电力呢，他们特别提台湾，他说这个台湾是用这个主要是靠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在发电的。然后呢，台湾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护国神山台积电。他说台积电呢，这个是用电巨兽如果在台湾呢，大概全年这个一天9%到10%的电力都是给台积电用掉的。然后如果台湾的一个这个液化天然气的一个存量不足的话，万一没电了怎么办？万一电力不足那这样台积电也没电可用所以呢这就惨啦。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说断供。什么断供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半导体晶圆代工制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原物料，也都是一些液化天然气或者是原油，它在提炼过程当中的副产品。所以呢，他说这些副产品没有了，也会影响到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个这个过程。然后特别提到，他说台积电呢，现在全世界90%的先进晶片都是台积电做的，所以呢，万一这些原料断供，哇，那影响可大了。所以呢，他就说了，比如说像是氦气，然后比如说像是一些关键的一些这个原物料。
可能呢都在这次荷姆斯海峡当中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变得很贵，可能会根本拿不到。但是呢，现在看到了这个台湾已经告诉你，他说不至于拿不到啊，就是贵一点。然后呢，贵一点不仅仅是要从荷姆斯海峡，你可以跟卡达买，但是美国也有啊，就贵一点。好，所以呢，这个不至于断供。但是呢，晶片通膨变得比较贵，那倒是有可能，那就要看看荷姆斯海峡什么时候解除那个实质封锁嘛。好，那所以呢，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个结论哦。刚林总统帮大家整理这么多，包括像是油价很高会影响到通膨，然后呢，鲍尔主席现在呢跟这个川普意气之争会不会影响到降息的一个这个速度，然后呢提到了。包括了私募信贷，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影子银行的一个金融危机会不会扩大？然后再加上科技业会不会在中东战火当中出现了断供的一个危机哦？好，林总统加起来，结论是要告诉你，其实呢现在的年代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平静，很混乱，感觉每天都有天鹅在天上飞来飞去，黑的黑的，好，可能有这个灰犀牛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挤着嘞。所以呢，你大概要把风险放在心上，但同时间呢，我也要这个举例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这位先生啊，这个罗伯特清崎先生他就讲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哦，在接下来的年代当中，你会发现越来越频繁，危机的一个迭代也越来越快。一下子是地缘政治，然后呢，再加上金融系统又如何，然后你可能还会听到人家告诉你说，哎呀，那个科技业又怎么样，泡沫，然后再回来又地缘政治又如何，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层层叠上去。那你要怎么样在这样混乱年代当中，保持你心里头的平静，然后好好的做你的投资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危机伴随着机会，所以呢，人家觉得危机啊，好怕，这个连滚带爬在跑的时候，请你冷静的想一下，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呢，是一下就会过去，还是呢，它会长长久久？那有分别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位《富爸爸穷爸爸》作者，他说，在他怎么样寻找危机呢？就是在混乱年代当中，他把部分的一个资产挪到实体的商品当中去，比如说他买黄金，他买石油，他买白金，另外呢，他也布局了一些比特币、以太币，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布局的方式，放一些在实体经济当中，放一些呢在虚拟货币当中，这是他自己的平衡。那当然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你一样可以放部分的资产放到实体当中，黄金也可以啊，石油也可以，可以选择到对应的商品。其他的部分呢，你再另外的自己来做避险哦。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在近期当中呢，有一些什么样叠加的一些风险，你应该要怎么样看待它？希望大家很喜欢今天的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